女孩从小就怕死，所以在末世也活得小心翼翼，因此被丧尸咬到后，她立马冲到河边清洗伤口。谁料到一条变异鱼竟猛地探出头来，对着她就是一顿数落。女士，麻烦讲点卫生好吗？没有鱼喜欢喝洗脚水的。女孩惊呆了，下一秒这条鱼竟然咬住她的脚爬上来，她赶紧把脚缩回来，对末世的认知被再次刷新。鱼会说话她忍了，可这鱼尾底下居然长了2只脚。女孩目光呆滞地问：你变异多久了？闻言变异鱼竟老气横秋地叼起一根野草，满眼沧桑道：大概有半年了吧。说完他又扭头看向她，别洗了，再过几个钟头，你这伤口自己就好了。女孩眼睛一亮，难道说这条河？变异鱼却摇了摇头，你想多了女士，这条河普通的很。林夕愣了愣，莫非是那丧尸没咬太深，所以他还没被感染到，毕竟离被咬都快3天了，要是没感染表皮伤口愈合也正常。可那变异鱼又摇了摇头，你肯定被感染了。林夕不解地问，这话怎么说？变异鱼理直气壮，老子跟你说的是丧尸语啊。闻言林南刚燃起的希望又破灭了，靠，他颓然地向后一倒，琢磨着要不要在失去理智前先了断了自己，省得去祸害别人。谁知这变异鱼又语出惊人，而且女士，我看你好像变得比我还高级。林夕一口回绝，怎么可能？咬我的可是最低级的那种丧尸。变异鱼终究离不开水，扑通一声又跳了回去，只把脑袋露在水面上。还真有可能，你们人类不是都进化出异能者了吗？没准你也是异能者，只是在被感染时刺激觉醒了异能，直接让你变异成了高级丧尸，还是那种看不出特征的高级货。林夕追问道，那我还能变回异能者吗？变异鱼泼了盆冷水，你清醒一点，丧尸感染是不可逆的。林夕一时间犯了难，不知道自己是死了对人类贡献大，还是活着贡献大，毕竟他现在还能打几个低级丧尸呢。过了一会儿，变异鱼又开口了，你要不要先躲一躲？他身子往水下沉了沉，压低了声音，有异能者过来了。话音刚落，林夕就心有所感的回头，一辆车正朝这边开来，周围黑漆漆的，可那2道车灯却照得亮如白昼。在这之前他做梦都想遇到异能者，可现在他自己就是个丧尸。他翻了个白眼，扭头看向那条河，琢磨着要不要跳进去躲一躲。就在这时，那道强光停了下来，直直的照在他身上。在他被闪瞎的瞬间，他听到了枪械上膛的声音，可下一秒一个男声突然响起，队长，是人类。林夕呼吸一滞，在睁开眼时强光已经移开，那个举枪的男人几步跑过来，拿个东西在他身上扫了一遍，没吓到你吧？他脸色好看了些，又解释道，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不少能伪装成人的高级丧尸。林夕摇摇头，眼神却死死盯着那个仪器，他竟然说他是人类。就在他发愣时，车上又下来2男2女，用同样的仪器再次扫描，确认无误后，为首的男人收起东西朝他伸出手，我是孙浩，第5特区第3分队的队长。林夕拘谨地碰了下对方的手，我叫林夕。孙浩点点头，朝旁边让了让。他身后的女人带着亲和的笑走上前，看你状态不太好，放轻松，我叫吴小婷，是个治疗师。吴小婷一边说一边把一个布包绑在了他的胳膊上，那布包隐约泛着绿光，绑上的瞬间，他感觉自己像充上了电。刚才去巡逻的那2个人，就在此刻提着一只变异兔子的尸体回来了。男人率先开口，队长，排查过了，安全。林夕循声望去，却当场愣住，只见男人身旁的短发女人抬起枪，一炮就将兔子轰成灰烬。林夕被那火光逼得后退了半步，身后的吴小婷见状赶紧安抚道，他是李雪，别害怕，他只对带病毒的生物有敌意。林夕干笑了一声，小心翼翼地走向那个端枪的男人，试探着问，你是不是叫凌晨？在场几个人都愣住了，凌晨则是一脸茫然地点了点头，我是。林夕一把拨开乱糟糟的头发，我是你妹。林夕跟凌晨已经失散3年了，根本不知道去哪儿找他。这次他一路向北去第5特区，除了想在人类基地讨生活，也是想碰碰运气，看他哥会不会是异能者。没想到还真是，天哪！凌晨这才后知后觉地认出眼前这个小乞丐，他又惊又喜地扒拉开他的头发，看到他瘦削的脸颊后，声音都带上了哽咽，切，你都搜了？林夕无语，谁逃亡1个多月能不搜啊？这兄妹俩的相认虽然突然，但也没多许久。凌晨立马扭头就问孙浩，队长，特区基地还有名额吗？孙浩低头查了下什么，随即点了点头。凌晨顿时大喜，拍着他的肩膀，太好了，西西，哥带你回基地，基地里安全得很，以后我有空就去看你。林夕欲言又止，心里纠结又抱着一丝希望，正想着呢，背后却传来一股被监视的感觉。他愣了愣，悄悄侧头，就对上了那个李雪悠悠的目光。他只好若无其事地往凌晨身后躲了躲，避开那道视线。车子再次上路，林夕缩在后排角落，凌晨就坐在他旁边，这让他安全感爆棚。没过多久就睡了过去。等被凌晨叫醒时，已经到了特区大门。下车后，特区的人拿出一个不一样的仪器，对着他扫了一遍，仪器随即冒出了绿光，众人很快被放行了。林夕跟在凌晨身后纳闷了，刚才那个仪器肉眼可见的高级，可为什么还没测出他变异了？可他明明能听懂变异鱼的丧尸话，不可能是人类啊！此时头顶传来凌晨的声音，我先带你去报名。报名？林夕回过神，一脸疑惑，住个基地还要报名吗？凌晨笑了笑，入住基地不用，但你上学需要啊，进了学校才能更好的了解现在的世界，还能学到些生存技能，要是运气好，甚至能激发潜力觉醒异能呢。林夕苦笑一声，希望如此吧。凌晨带着他去学校报了到，录完生物信息后，他也领到了自己的通讯器，就是凌晨他们之前用来扫他的那种仪器。这东西一戴上就跟长在皮肤里似的，感觉根本摘不下来，但他的权限特别低，只能进出学校和基地区域，像凌晨他们待的特区内部训练区根本进不去。没事，我一有空就来看。凌晨揉了揉他的脑袋，随后把大半积蓄都转给了他，又带他吃了顿大餐，把他送回宿舍后才急匆匆赶回特区。谁知他刚回到宿舍，里面就多了一个人，对方抬头看了他一眼，他刚想打个招呼，那人就又低下了头，一副孤僻又冷漠的死样子。林夕自讨没趣的洗漱完就躺下了。当屋里响起一阵细微的动静时，他立刻睁开了眼，一扭头就看到那个冷漠室友正准备出门。这才4点半啊！两人对视的一瞬间，林夕揉了揉眼睛，自来熟地问了一句：“你这是要去哪啊？”陈宇低声说了句抱歉，继续往前走。训练室，林夕眼睛瞬间就亮了，立马下床穿鞋：“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陈宇脚步一顿，虽然没吭声，但还是靠在门口等着他。3分钟后，两人便一前一后的出了宿舍，很快进入训练大楼。两个人依次通过通讯器，都亮起了绿灯。紧接着，厚重的金属门一打开，林夕就被满屋子的巨型鸡蛋给震撼到。原来训练舱就是这个样子。而在他踏进屋子上方，就射下一道光线，把他从头到脚扫了一遍。随即，一个训练舱的指示灯就亮了。他走过去一看，训练舱上面的编号是73，嘿，还是智能分配的，真是高级货。他想起凌晨说过，他就是靠这训练舱觉醒的异能，里面有各种逼真的模拟环境，要是参数拉满，甚至能造成真实伤害。但同样的，这种刺激也更容易激发潜力，从而觉醒异能。看着眼前的训练舱，林夕心里不禁生出一丝侥幸。虽然能听懂变异鱼的话，但有没有可能他的异能就是能听懂丧尸话呢？林夕按下开始键，跃跃欲试地坐了进去。舱门合上的瞬间，他只觉得眼前一花，下意识闭上了眼。等再睁开时，眼前只剩是一片无垠的沙漠。这时头顶传来电子提示音，请做好准备，训练将在3秒后开始。林夕赶紧回神，打起精神。可3秒刚过，脚底就猛地一空，失重感瞬间席卷全身。他忍着尖叫闭上眼，耳边却传来扑通一声。等他再睁眼，咕噜咕噜的泡泡正从他嘴里拼命冒出来。怎么又到水里了？他脸都快憋青了，奋力往上游，直到露出水面的那一刻，才终于摆脱了窒息感，发现这地方确实是他遇到凌晨他们的地方。这条河也是那条老子鱼出现的河。他沉默了片刻，又深吸了一口气，猛地扎回水里。他正要寻找老子鱼的身影，眼前却又投下一块光幕，目标水下存活10分钟。他下意识摸了摸脸颊，两边也没长出鱼鳃啊，怎么可能在水下憋气10分钟？他悻悻的想要放弃，可光幕只出现了3秒就消失了，压根没有推出键。与此同时，陈宇从训练舱出来时已经6点半了。他瘫在地上，耐心的等着身体恢复。可没一会儿，身后某个训练舱突然发出了一阵响动。他回头一看，73的舱体亮起了红色警示灯。红色，陈宇的瞳孔骤然一缩，连忙爬了过去。果然，这个训练舱的参数被拉到了顶格。这人也太粗心了吧！他第一时间就联系了管理员，可他话还没说完，面前的训练舱却突然没了动静，舱门毫无预兆的打开，一道人影浑浑噩噩的扑了出来。来不及躲开的陈宇被扑了个正着，呛水的感觉还残留着。林夕一阵头晕目眩，还犯恶心，可察觉到身下好像垫了个人，便强撑着滚到旁边，艰难的睁开眼。是室友。他有些意外，下意识地关心道：“你没事吧？”陈宇面无表情地回答：“有事。”林夕趴在地上哎呦了好几声，还是坚持关心：“什么事啊？”陈宇眉头微蹙，最终还是把他扶起来往外走。“你进训练舱之前就没检查过参数吗？”林夕茫然地摇头：“没有啊，要检查什么？进去就看到一个开始键，我就按了。”陈宇这才反应过来，他是个刚入学的新生，那下次一定要记得。陈宇的语气很认真，参数不合适的话，对精神力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的。陈宇带着林夕去了医务室，检查完后又去食堂垫了垫肚子，在赶到教室时正好7点整。没过多久，一个风风火火的身影就走了进来，于老师头都没抬，直接把一页图鉴投到大屏上，冷声开口：“今天介绍的是丧尸的分类，还有这种病毒生物和异能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林夕瞬间就被吸引了注意力，仰头看着图鉴，第一个就是被他打爆过的低级丧尸。可当他一路看下去，最后竟是一个硕大的问号，赫然标注着3个大字：丧尸王。于老师的声音继续传来：“和我们异能者一样，丧尸最关键的特征就是瞳孔，但区别在于异能者的瞳孔只会变色，而丧尸的瞳孔可能会变色，也可能会变形。下面配图里丧尸眼睛那叫一个千奇百怪，有的眼眶里甚至塞了3、4个眼珠子。”林夕看的脸色都扭曲了，又听女老师补充了一句：“需要注意的是，丧尸等级越高，他们的特征就越不明显，看起来也越像普通人。”听到这话，林夕心里咯噔一下，下课后立马跑去问老师：“有没有一种高级丧尸是不显示特征的？”女老师斟酌着开口：“一般来说没有，但不排除他们能借助异能辅助，让自己的外表看起来跟普通人一模一样。”林夕又追问：“那要怎么辨别呢？”女老师抬起手腕，一道射线瞬间扫过林夕全身，用扫描仪。话音落下，扫描器冒出绿光，并报告了一声：“人类。”林夕这下真的绷不住了。午休时，陈宇一醒来就看到林夕不知从哪赶来一面镜子，正忧心忡忡地照来照去。他扒开自己的眼皮，上下左右的看，没发现任何异样。对面传来陈宇冷不丁的声音：“不用这么心急。”林夕一愣，放下镜子，对上了陈宇那夹带着几分鼓励的冷淡眼神：“我进学校都2年了，也没觉醒异能，你这才刚来，时间还多着呢。”林夕叹了口气，跟着站起身来：“或许吧，心里的苦真是没法说啊。”陈宇催促道：“走吧，下午是体能训练。”林夕无精打采地跟了上去。体能训练的老师是个姓陈的魁梧壮汉，他往林夕面前一站，感觉空气都稀薄了几分。根据入学时间长短，热身时间也不同。陈宇要跑20圈，而林夕跑10圈。20分钟后，林夕跑完到了休息处，可身后却传来了程老师的声音：“林夕，过来。”林夕一愣，赶紧小跑过去。程老师盯着他刚刚的热身数据，冒出了一句：“你跑得挺快啊。”林夕挠了挠头，之前在外面被丧尸追，有几年逃亡经验。程老师瞬间了然，低头操作了一番。片刻后，林夕的手腕突然一震，低头一看，居然是新的热身通知：再跑10圈。正在跑第12圈的陈宇差点以为自己看错了：“你不是已经跑完了吗？”林夕摇了摇头，一脸无奈。陈宇眼睁睁看着林夕倒腾着2条腿，瞬间就拉开了和他的距离。他有些惊愕，双腿竟不自觉地加快了速度。又过了15分钟，两人一前一后地停下，林夕这下也开始喘了，旁边的陈宇更是喘得厉害。远处程凯盯着两人的数据，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同样是20圈，林夕能直接跑进班里前5，跑完后状态还比别人好。好了，接下来准备正式训练。程凯吹响哨子，众人排队领了一套很特殊的衣服。这衣服外表是一层耐磨的硬料子，但下面藏着许多元件，除了躯干和四肢，头盔里还有个像墨镜一样的设备。林夕学着陈宇的动作穿戴好一整套衣服，重新回到了原位。接着就听程凯一声大喊：“开始训练！”话音落下，周围的人都按下了手臂上的按钮。林夕跟着按下，
一瞬间四肢传来一股酥酥麻麻的异样感，紧接着眼前缓缓出现2个字：开始。字体消失后，眼前的场景就逐渐变化，下一秒一群狰狞的丧尸就朝他猛扑过来，半空中再次出现字幕：任务闪躲。林夕反应慢了半拍，有只丧尸贴着他的脸落地，手臂被狠狠抓了一下，痛感传来的瞬间，屏幕上就显示了逐渐减少的血条。林夕终于回过神来，想也不想转头就撒丫子的跑，跑了大概半小时，眼前的场景再次变化，这次是一条公路，而他正站在一辆卡车上，字幕显示任务抵达目的地，车顶砰砰的响个不停，那丧尸的捶打一记比一记重，林夕手忙脚乱的启动了车辆，油门轰的窜了出去，他能看到程凯就在他们身边巡逻，时而记录数据，时而检查仪器。作为今天才来的新人，他感觉程凯多看了他好几眼。听说这传感衣能根据体能和精神力智能匹配训练，能力越强，强度就越大。而就在这时，他感觉程凯的目光落在了他的传感衣上，微微一顿。过了半晌，他才悠悠收回视线，然后在他那一列中写下了什么东西。晚上9点半，林夕和陈宇互相搀扶着从训练室里晃了出来。跟下午的传感衣相比，训练舱更多是针对精神力的训练。今天他进去还是那个憋气训练，此刻他还有种鼻子进水的难受感。你可能有些过度消耗了，陈宇提醒他，你下次直接把参数调到最低，从头开始适应。林夕点点头，那我明早试试。两人又聊了些训练的内容，只是说着说着，他却猛地停下了脚步。怎么了？陈宇跟着回头，谁知一只手正要伸向陈宇的头发，陈宇吓得眉头紧锁，可林夕反应更快，一巴掌就将那只手狠狠拍开。哟，一个轻佻的声音响起，来人甩了甩手，眼神满是戏谑。废物知道找帮手了。林夕瞬间明白这人绝不是陈宇的朋友。陈宇拉着林夕就要走，可那男生竟然不依不饶，再次伸手去扯陈宇的头发。走什么啊？我好心给你开小灶，你还不领情。头发被拽住，陈宇下意识闭上眼，然而预想的刺痛并没传来，紧接着头上的力道也消失了。陈宇一回头就看到林夕再次拍开了那人的手。废什么物？林夕实在看不下去，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谁知陈宇却脸色一变，急忙拉住林夕，他是异能者。林夕一听脑子直接宕机，异能者不是保护人类的英雄吗？怎么还反过来欺负人？此刻那个叫赵强的男生目光落在林夕身上，满是恶劣。你又是哪个废物？也想我给你开小灶？林夕无语，拉着陈宇转身就走，身后却传来赵强的狂笑。明晚见啊，陈宇，别迟到，他威胁你。林夕气得扬起拳头就要回去，结果陈宇拽着他直接飞奔回宿舍。直到这时，陈宇才神色复杂的解释，赵强是和他同期的潜力股，不到半年就觉醒异能进了特区。林夕盘腿坐着，满脸不解，那他干嘛欺负你？陈宇神色淡淡，不是欺负，是优越感。他从小就爱攀比，如今他迟迟没能觉醒，他就跑来显摆。林夕更纳闷了，显摆什么？陈宇道，异能啊。林夕一脸茫然，异能有什么好显摆的？异能者不是保护人类的吗？他哥可是说过了，特区里面还有很多人类，他们没有觉醒异能，但是在其他领域大有所为。陈宇瞬间被问住，2年的执着竟在此刻有些松动，他差点忘记了自己的初心是来学校锻炼，而不是强求异能。紧接着林夕又问，他给你开小灶是什么意思？陈宇抓了抓头发，就是单方面攻击我。原来赵强是想用危险来激发他的潜力。林夕瞬间炸了，这不就是霸凌吗？第二天晚上，陈宇果然没去，林夕不放心，寸步不离的跟着，生怕赵强从角落窜出来。陈宇看着身边的他，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难得露出一个笑，别紧张，他今天应该回特区了。说着他竟带着林夕往医务室走。林夕愣住了，去医务室干嘛？陈宇开口，有种治疗舱你用过吗？训练留下的后遗症躺一晚上就能全恢复。林夕一听眼睛瞬间就亮了，可陈宇又叹了口气，不过2年来我也就躺过2次，2次都是训练过度导致身体受损，不得不躺的程度。林夕立马就心动了，上学才1个礼拜他就累得恨不得长在床板上，但听到后半句他的心动有所收敛。为什么？很贵吗？陈宇解释，因为躺过1次治疗舱后3天不能训练。林夕瞬间狂喜，躺1次休息3天，这不就是带薪休假吗？还有这种好事？下一秒林夕就躺进了治疗舱，舱门关闭，周围散发着星星点点的神秘绿光，这种感觉比之前苏梦给的布包还要强烈，还要舒适。然而一觉醒来，想象中的满血复活却并没出现，林夕只感觉脚上灌了2团铅，怪不得要休息3天呢。他和陈宇搀扶着往外走，却猛然看见一个护士的瞳孔竟然是绿色的，又是异能者。林夕心情瞬间复杂，老师、阿姨、看门大爷，身边全是异能者，可他自己都还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是不是丧尸呢。另一边，陈宇听了他的话，取消了所有加练，而林夕则直接从周5傍晚一觉睡到了周1傍晚。可当他醒来给陈宇发消息，却迟迟没有回复，他顿感奇怪，只好自己下楼觅食。就在这时，他的耳朵微动，一个声音让他瞬间停下脚步。他循声望去，眼前的一幕让他怒火中烧。赵强正居高临下的看着蜷缩在地的陈宇，满脸嗤笑，还敢放我鸽子？当初可是你求着我给你开小灶的。他一把将陈宇狠狠拎起，陈宇却别过脸，冷冷回怼，关你什么事？赵强恼羞成怒，再次抓住他的头发。就在这时，一道光束猛然射来，借着光，林夕看清了眼前的一切，瞬间气炸了，又是你！他怒吼一声，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赵强还没反应，头皮就被林夕狠狠扯起，疼得他咒骂出声。他甩开陈宇，反手就对着林夕冲出一拳。你也是个傻的，区区一个普通人也敢跟他动手？夜色中一抹橙红色猛然亮起，赵强是火系异能者，他竟然想用异能。在林夕看来，异能者对普通人用异能就是死罪。火球砸下的瞬间，林夕凭着直觉迅速避开，还顺势抱住赵强的腿，将他直接撂倒。这股巨力当场把赵强砸懵，回过神来，他脸上满是恼怒。下一秒，一个又一个的异能朝着林夕疯狂
狂砸来。赵强不再收敛，可林夕毫无惧色，身法快到让赵强眼花缭乱。刚爬起来的陈宇就看到林夕像个小旋风围着赵强疯狂输出，赵强则像个发狂的困兽在原地胡乱攻击。陈宇刚想制止，就被赵强扔出去的火球波及，瞬间摔倒，一股剧痛袭来。等他再睁眼看到林夕被赵强逼入死角，巨大的火球照亮了他的脸。赵强冷笑连连，下手毫不手软，火光逼近，但林夕不退反进，豁出全力纵身一扑。这种火焰场景，林夕在训练舱里经历过很多次。此刻他与火球擦肩而过，只要能稳稳落地，那他就能再次进赵强的身，将他狠狠地砸向。念头刚起，一股水汽毫无预兆的袭来，林夕头顶的巨大火球竟然瞬间熄灭，取而代之的是一颗更大的水球。赵强当场怔住，下一秒4条水链破土而出，如藤蔓般死死缠住他的四肢。我靠！林夕落地后猛然扭头，漆黑的角落里一双泛着蓝光的眼睛正死死盯着这边。陈宇，林夕惊喜大叫：“你觉醒异能了！”然而比陈宇更震惊的是赵强，他刚想叫声姐，林夕却已折返回来，拖着他的脚就往地上猛砸，就像砸垃圾一样，让你打，让你用异能。林夕边打边骂：“现在想叫姐，你叫爹也没用。”眼看林夕又拽掉赵强一把头发，陈宇这才上前：“知道错了吗？”赵强还敢瞪林夕，结果啪的一声，陈宇面无表情反手就是一个巴掌。知道错了吗？连续8个巴掌下去，赵强彻底服了，错了，别打了。接着陈宇拉着林夕就走，老师快来了，你先走，这里我处理。林夕明白陈宇这是在保护自己，那你怎么办？我是不是惹麻烦了？谁知陈宇眼神却亮得惊人，麻烦是我惹的，谢谢你林夕。看着觉醒异能的陈宇，林夕终于放心，悄悄溜走。而林夕走后，赵强才敢爬起，他烧掉那撮头发，却彻底没了脾气，因为他知道陈宇的异能等级远在自己之上。这下他主打一个能屈能伸，夹起了尾巴，他干巴巴地叫了一声姐，接着却突然提起了那个敢跟他硬拼的女生，你这朋友简直是奇葩。赵强一边揉着脸一边吐槽，哪有人敢这么跟异能者硬刚的？陈宇闻言冷冷瞥他一眼，可你不是也没打过，一点记性不长。赵强瞬间噎住，愤愤地踢飞一块石头。我不是瞧不起他，他还在嘴硬，我只是觉得他比我还冲动。接着他又自言自语，再说了，他早晚会进训练营，我瞧不起他干嘛？可这话一出，陈宇眼神瞬间变了，你私下调查他。赵强却一脸无辜，我调查他干嘛？我都不认识。他耸耸肩，猛然回忆起什么，他刚刚冲过来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了，是猩红色的。陈宇当场愣住，赵强却抱着胳膊兀自分析，要不是你替他挡那一下，没准今晚他也能觉醒异能。嘿，我就说我这法子有效吧。赵强突然得意起来，结果陈宇面无表情，反手又是一巴掌，姐，你又打我做什么？而林夕回到宿舍，却只等来陈宇一条报平安的短信。第二天他收到第2条，陈宇说他被送进训练营了，希望他也能早点觉醒，以后在训练营见面。林夕无语凝噎，这希望也太渺茫。不过为了庆祝陈宇觉醒，他决定去食堂吃2盆饭。1周后，林夕的课表里多了一项对抗训练，老师姓陈，是土系结合力量型异能者，上课不用任何器械，老师会亲自下场指点，学生们被随机分组。陈老师只说了一个字：打。林夕一听，二话不说就冲了出去，先下手为强，他起势极快，握紧拳头，一记重拳直击对手腹部，全场都开始了组内互殴。陈老师在场上溜达，时不时指点2句，可当他目光却被林夕牢牢吸引，林夕心中感叹，每顿2盆饭果然没白吃，出拳速度快到他自己都吓一跳。可就在这时，他高举的手却被一股霸道的力量控住。林夕一愣，茫然扭头对上陈老师若有所思的眼神，老师。陈老师却沉声开口，你跟我打。林夕瞬间瞳孔地震，不是吧，他配吗？来，陈老师扎好马步朝他勾手，把我当丧死，打不死我就只能被我打死。林夕深吸一口气，瞬间将他想象成自己最恨的丧尸，怒从心起，他毫不留情地朝陈老师出手，所有招式尽出。可陈老师要看的根本不是他的招式，他能感受到林夕那股滔天恨意，这孩子是真恨丧尸啊！他一边接招一边时不时给他一记重创，眼看他神色越发冷静，下手却越来越重。就在某个瞬间，林夕的眼瞳竟然闪过一抹猩红色，不愧是被李武看中的好苗子。陈老师心中大惊，要知道林夕入学时还营养不良，可这才半个多月，竟然就隐约有了异能特征，而且这种纯粹的猩红色，陈老师不敢想他的异能等级该有多高。陈老师越想越高兴，他们第5特区终于要出个天才了。下一秒他回过神，伸手制住林夕再次踹出的腿，眼神瞬间变得和蔼。好了，你先去检查一下。林夕正打在兴头上，闻言眼皮莫名一跳，检查什么？陈老师却乐呵呵的把通讯器拍下的照片给他看，林夕是吧？你快要觉醒异能了。林夕低头一看，照片里自己那双眼睛猩红如血，觉醒异能。林夕瞬间高兴又忐忑，老师真的吗？放心放心。陈老师给了他一个稳了的眼神，立刻叫来了理论课的陆芒老师。陆芒看到照片后眼里也闪过诧异，接着就安抚他，别紧张，就当做个全身体检。可林夕怎么可能不紧张？如果真是觉醒异能，那他能听懂丧尸话，大概就是异能，但只要是异能就行了。他赶紧掏出小镜子照了照，瞳孔却已恢复正常。这下他心里更没底，绷着神经跟陆芒老师走。这次检查不是去医务室，而是去特区里的医院。拿到临时通行权，林夕第2次踏入特区，可这一次他切身感受到与学校完全不同的氛围，来往的人全都武装在身，神色坚毅，随时准备出任务。看到他们，林夕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一股期待在他心中悄然滋生。到达医院后，陆芒带他来到一扇金属大门外，很快一个穿白大褂的青年医生走出来，程医生。陆芒直接把那张照片递过去，麻烦你帮忙做个检查。程医生看完照片瞬间惊讶，这保底也是个 A 级了。陆芒笑着拍拍林夕的背，把他交给程医生。林夕跟着医生踏入金属门，里面却一片漆黑，只有仪器的屏幕在发着幽光。然而他不仅能看清轮廓，更能看清程医生望着他错愕的眼神。怎么了？他愣住了。程医生摇摇头，扶了扶眼镜，这屋里不开灯，就是为了方便观察异能特征。比如此刻，他能清楚看到林夕眼里正时不时闪过红光。你这特征什么时候开始的？林夕下意识看向一块黑屏，果然看到自己红眼睛的反光。今天上午陈老师发现的。程医生示意他躺在仪器上，又追问。
问：“之前你没感觉到吗？”感觉。林夕满脸奇怪：“我应该感觉到什么？”程医生动作一顿，猛然起身，掏出手电扒开他眼皮照了照，比如头疼、晕眩或者哪里不舒服。他收起手电，眼神莫名：“你没有吗？”林夕摇摇头。程医生死死盯着他，抛出一个让他脊背发凉的问题：“那你现在眼睛就是红的，有什么感觉？”然而程前不死心的追问，林夕眨眨眼，仔细感受一番，还是摇头。程前瞬间无语，他摸了摸下巴，直接按下启动键，把林夕送进了扫描仪。接着他回到屏幕前，眼神意味不明。要知道觉醒异能的过程或多或少都有些痛苦。与此同时，林夕躺着的架子开始变形，离扫描仪越来越近，四肢更是被突然伸出的绑带牢牢固定，根本动弹不得。紧接着架子缓缓旋转，速度越来越快，林夕的视角从躺着变成站着，又变成倒立，他整个人都麻了。屏幕上他的身体数据陆续传来，程前跳过基础数据，看向一项名叫灵旋粒子的数值，这可是异能者特有的细胞成分，只要超过50就离觉醒不远。可屏幕上林夕的指标竟然艰难地波动到了1，程前眉头紧锁，他又看上稳定减肌，这是体能强弱的指标，普通人最高80，异能者最低50，A 级异能者甚至更高，而林夕的数值赫然也是1。程前眼皮重重一跳，这还没完，他的目光又落在一项叫神经增生质的检测上，这可是精神力的核心 ，B 类异能者都在1000以上 ，A 类最低也不能低于800，否则会有生命危险。而林夕的神经增生质现在定格为1，程前沉默了。而林夕的神经增生质现在定格为1，程前沉默了。弱智的数值都没低到这么离谱，他面无表情地往前翻，查看基础数据，最后赫然看到6个大字：严重营养不良。程前闭上眼，脑子一片空白。就在这时，架子旋转变慢，两眼空洞的林夕被放了出来，还没站稳，又被程前拉着躺到第2个仪器上。医生，我想吐。林夕话音刚落，扶着床沿就往地上干呕。程前眼疾手快递来垃圾桶，结果他呕了半天啥也没有。林夕重新躺回去，刚闭上眼就听见程前一声大喊，睁开眼睛，他吓得立马瞪大双眼。10分钟后，林夕彻底傻眼，什么红眼病？程前把报告单递给他，整个人比他还难以接受。对，红眼病。另外，你严重营养不良，我给你开点药，1个月后复查。说完就把林夕推出门外，又把结果告诉了陆芒，然后砰地关上门。门外的陆芒也懵了，红眼病。他捧起林夕的脸仔细看，眼睛却又很正常。林夕也彻底懵逼，本以为今天要么高兴要么悲伤，没想到竟是这种离谱的结果。陆芒接过报告单，看到那严重营养被量6个字，心情更诡异了。明明这孩子体能精神力都很优异，怎么入学半个月还变成严重营养不良了？但他还是拍拍林夕的后背，没关系，先把身体养好再说。就这样，林夕抱着一箱药剂离开医院，可谁知事后那位程医生竟主动加了他好友，还每天雷打不动地问他有没有喝药剂，以及眼睛还红不红。这位医生未免也太尽职了吧。从此林夕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喝药剂、照镜子。他原本的加练计划被程前医生强制取消，他甚至放话不怕死你就练，往死里练。不仅如此，陆芒老师还把他的报告告诉了其他老师，这下林夕的体能和对抗训练强度全都被大大降低。然而他的理论课程却又增加了好几门，其中一门就是武器改造。这可不单单是理论课，授课的乔老师最重视学以致用，所以当他站在实验室门口看到里面琳琅满目的武器时，整个人瞬间亢奋起来，大炮、机关枪还有激光剑。下一秒，优雅的乔老师竟直接扛起一枚炮筒，走到操作台前，按照我们刚刚讲的，老师给你们演示一次。林夕看得格外仔细，可就在这时，他的目光扫过炮筒外壳，脑中猛然闪过一个念头，这材质不就和治疗舱一模一样吗？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中形成，他立刻举手提问，老师，那异能可以被做成炮弹吗？话音刚落，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猛地看向他。乔老师也愣住，他当然知道眼前这个孩子就是那个被诊断为红眼病的严重营养不良学生，所有老师都说他一蹶不振，可眼前的林夕双眼却炯炯有神，充满了渴望。于是乔老师决定好好鼓励这个孩子，老师也不清楚，但你可以去查查相关资料。谁知刚下课，林夕身后就传来一个弱弱的声音，一个叫毕云涛的腼腆男生拦住了他，他竟然满眼放光地看着他，你刚刚的想法实在太棒了。闻言，林夕眼睛也亮了，心里乐开了花，没想到这男生不仅加上他好友，还一口气发来10几本电子书，竟然全都是材料学的书。转眼间1个月过去，林夕的药剂喝完，程前医生直接给他打了报告，让他去复查。他再次躺上那个360度旋转的仪器，半小时后结果出炉，程前看着那3项仍然唯一的指标，彻底怀疑人生。而林夕吐完回来，看着程前的表情，心里咯噔一下，医生，你怎么一副我没救了的表情？程前放下报告，深深叹了口气，下一秒他竟然面无表情的自己躺了上去。他指着启动键对林夕说，你来按。又过了半个小时，林夕默默推着椅子过去，只见程前脸色铁青的坐起来，抱着垃圾桶开始狂吐。林夕把他送回屏幕前，程前忍着难受看着自己的报告，一切正常。下一秒他猛地扭头，死死盯着林夕，一字一句地问，你是人吗？林夕心里咯噔一下，他是人吗？他也在找答案啊。可程前这反应让他瞬间有了不好的预感，我不是人还能是什么？林夕半真半假的问。谁知程前摘下眼镜搓了搓脸，开了个冷笑话，你是鬼吧？林夕无语，程医生，你下次说话不要这么大喘气好不好？然而程前叹了口气，直接调出几项数据，现在已经不是你有没有异能的问题了，他更是调出自己的数据进行对比，这是正常人的数据，你再看你的。林夕视线一顿，指尖无意识地抠着裤腿，他颤抖着问，有异能者的数据吗？程前又调出一份，林夕仔细看向那几个数据，悬着的心终于彻底死透。
程前见状赶紧安慰，我只是分析不出来，不是说你没救了。他指着下面的数据，你看，药剂还是有用的，你从严重营养不良恢复成了营养不良，高不高兴？哈哈，我好高兴。林夕心如死灰，拿着报告单离开，回到宿舍，他将报告单反复看了几十遍，他终于相信了老子鱼的话，他真的被感染成了丧尸。他的报告和正常人不同，和异能者也不同，这说明他既不是人，也不是异能者，他是丧尸，还是个高级丧尸，难怪他严重营养不良，体能却超乎常人，这他喵的是丧尸的生物特性啊！至于被诊断成红眼病的眼睛，丧尸本来就是感染病毒的生物，但或许是因为级别太高的原因，他仍然被认定为人类，那么眼睛被诊断成毛病也算合理了。就在他心情沉重时，通讯器突然响起，竟然是毕云涛的消息。这个技术迷上次被他的想法戳中心巴，竟直接把他约到了实验室。一见面，毕云涛就兴致勃勃地拿出一块材料，我弄到了。林夕一看，这不就是治疗舱的舱壁材料吗？你好强啊！他由衷佩服。毕云涛挠挠头，咱们要严谨一点，别浪费了。下一秒，两人分工合作，毕云涛戴上金属面罩开始切割，林夕则戴上机械手套开始拆炮筒。两人整整捣鼓了2天2夜，林夕终于合上了最后一块炮筒外壳。他低头一看，竟然快5点了，再过2个小时就要上课。他连忙摘掉工具，叫醒角落里打瞌地的毕云涛。下一秒，两人抱着炮筒和炮弹就往外猛冲。林夕后知后觉地问：“咱们去哪儿实验？”毕云涛想了想，竟带着他往训练楼后面跑。眼前是一片空旷荒地，这里原本要修格斗场，现在还荒着。毕云涛跃跃欲试：“咱们就在这儿打。”林夕一看前方除了草就是土，还有防护网拦着，没问题。他欣然同意。紧接着，两人戴上防护面罩，林夕主动扛起炮筒。1分钟后，轰的一声巨响，林夕还是低估了改造后的后坐力，巨大的冲击竟让他和身后的毕云涛一起踉跄摔倒。但两人根本顾不上爬起来，而是死死盯着炮弹落下的地方。200米外，炮弹轰然炸开，土屑满天飞舞，紫色的火焰撒欢一样往四周蔓延。林夕摘掉面罩，高兴地大喊：“成功了！毕云涛，异能真的被打出去了！”毕云涛也激动地拍着他的肩膀：“你很有天分啊，要不要跟我一起进工程部？”工程部，林夕第一次听说这地方。毕云涛解释：“那是特区的核心部门，改造卡车和战斗机的牛人都在那。我回头给你资料，咱们一起去考啊！”林夕心动：“好啊！”但是他猛然指着前方：“我们是不是要先灭火？”毕云涛一愣，扭头一看，那紫色的异能火竟把防护网都烧干净了。毕云涛、林夕闯大祸了。与此同时，凌晨刚出完任务，正在回特区的路上，车里气氛正好。苏梦忍不住问道：“林夕妹妹进学校快2个月了吧？她适应吗？”凌晨咧嘴一笑，直接把林夕的各项评价翻出来。苏梦瞬间惊愕，各项都优异。另一个男生林玉凑过来一看，我靠，你妹是学霸啊！可凌晨却叹了口气，又翻出一张检测报告，还早。林夕前不久眼睛发红，结果检查是红眼病。林玉微微皱眉，是啊。凌晨翻到最下面，检查最后说是严重营养不良。苏梦更佩服了，身体这么差竟然还能各项优异，妹妹真是威猛。然而凌晨正要回应，通讯器却突然一震，三人下意识低头，只见一则简短的讯息跳出：“林夕的家长你好，请尽快来一趟监控室。”三人瞬间石化。监控室内，林夕和毕云涛2个纵火犯正在面壁思过，3个老师在看监控，旁边还有3个作战人员在研究那个炮筒。林夕刚下定决心要谨言慎行，下一秒就被请家长，命运还没玩弄够他吗？当时一心想着改造成功，根本没问那异能是什么，结果那紫色的异能火根本灭不掉，水不行土也不行。就在这时，毕云涛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这火需要异能水才能灭。林夕赶紧摇人，摇的正是他唯一认识的陈宇，可没想到比陈宇先到的竟然是特区的水系异能者。原来那异能火烧穿防护网，竟一路烧向特区，愈演愈烈，警报响彻特区，所有人严阵以待。结果调出监控一看，罪魁祸首竟是2个没觉醒的学生，全场瞬间沉默。下一秒，监控室门滴的一声打开，2个朴素大叔走了进来，他们扫过墙角垂头丧气的他和毕云涛，眼中闪过诧异。紧接着乔老师迎上去给他们看那个炮筒，林夕有些蹲不住，扭头问毕云涛：“你家长会来吗？”他一脸淡定：“会。”林夕却叹了口气：“我哥他会来吗？”话音刚落，金属门再次打开，2道人影同时走近。林夕抬头一看，竟然是哥哥凌晨。他看到凌晨愣了一秒，视线落在他灰头土脸的身上，看着他烧焦一半的鞋子，眼皮明显跳了一下。紧接着陆老师调出监控当众播放，从他和毕云涛进实验室到2人抱着炮筒去荒地，再到轰的一声巨响，画面瞬间被紫色火焰占满，大火烧穿防护网直扑特区。林夕被带到门外，心里忐忑不安，没想到他哥真来了，可一来就要面对这烂摊子，他肯定气坏了。他有些沮丧。半小时后，门开了，凌晨一言不发地带走他。一路上，林夕小心翼翼地观察，可他哥脸上毫无波澜，根本看不出喜怒。直到走进食堂，凌晨才突然揉乱他的头发：“哥去给你买饭。”林夕愣住，他好像没生气。那丧尸的事要不要说？可饭一上来，他实在太饿，只顾埋头猛吃。看着他狼吞虎咽，凌晨的眼神却愈发复杂。其实2位家长没有被批评，只是被陆老师提醒了几句，要多给2个孩子灌输些安全知识。而后那2位工程师便向他们发出邀请，说如果可以，他们愿意把人破格带进营地进行培训，但前提就是可能没有精力再去觉醒异能了。工程师的培训固然比不上训练刻苦，但也只是从体力方面看。想到这里，凌晨回神，再看向再度光盘的林夕，他试探性的开口：“哥觉得觉醒异能对你来说是条歪路。”闻言，林夕的筷子瞬间停住，抬头对上哥哥欲言又止的眼神，他放下筷子，心沉到了谷底：“你什么时候知道的？”